普在海湖山庄开记者会，他说他要拿下格陵兰，大家听到以后都非常惊讶，你讲真的还讲假的？可是如果你去了解整个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格陵兰的研究，你就知道，原来美国政府早就把格陵兰视为囊中之物，在冷战的时期，在那边就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军事堡垒，这个军事堡垒还把它的活动核子反应炉放在这个地方，甚至透过卫星的扫描，对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甚至这个地方的矿产完全了然于胸。现在不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的大企业家，美国哪些大企业家，包括比尔盖茨，包括布伦伯尔，包括贝佐斯，他们竟然都有在格陵兰投资。投资什么呢？投资挖矿，而且它不但有稀土，它还有天然气，它还有石油。也就是当川普，我以王者之尊降临，王者之尊降临了以后，你会发现川普非常在乎战略要地，川普非常在乎能源。如果我未来真的要跟中国争霸，争霸里面稀土是一个关键，能源是一个关键，我都不可能放手。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本来美国对格陵兰早就有野心，早就做了调查，而且早就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掌握了。川普只是把过去美国的野望搬上台面。在这段里面，桃园市议员黄继平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继平你好，大家平安。好，刚刚讲的是，我都没有想到格陵兰竟然这么样的一个重要。原来被那个所谓的比尔盖茨、布伦伯尔还有贝佐斯都已经在这个地方投资。你说现在川普上台了以后，你要注意到他的野心是比以前所有的总统还要来得大。他现在已经要介入全球事务。格陵兰只是他全球布局的一小部分。川普要让美国 great again， 那怎么 great again？ 很简单，我全面介入全世界的这个秩序。全面介入。由我来说的话，那当然就摆明我就是美国最强大的时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来，全世界最关注的是什么？尹锡悦。那尹锡悦在今天，突然之间他就现身在这个韩国的龙山的总统府外面。他就现身，你们说我出来了，对，你们说我跑了，我没有跑，我在总统府里面，对不对？你们来抓我，我也不怕你们，你们公调处能够抓就来抓我们。好，所以这样，他为什么敢出来？现在这个韩国的检察单位誓言说，我一定要把你抓到。对，结果人家跑了，我给你一个下台阶，说你跑了，对，跑了就算了，没有哦，我现在公然现身说。我还在龙山基地，我没有跑。为什么他敢出来？因为很简单，美国站在我这边嘛，所以你看，美国介入了，某些程度来说，他介入了韩国目前的这个党政。好，另外一个是什么？抱歉，中国他也介入啦。他这几天不是说，蔡奇你来啊？他为什么要讲蔡奇你来？当然他是介入了中国共产党里面的这个斗争。另外一个，巴拿马他也要着手，那另外一个格陵兰他也要出手，很多地方他要出手，所以显然未来的秩序呢是由川普一个人说了算，而且还去介入德国选举。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川普的这个力量是相当强大。好，那刚才宝杰讲到说，那美国要买格陵兰是买真还买假的？我跟大家讲，美国是铁定要买格陵兰。美国事实上在历史上已经有出过2次价了，2次跟丹麦说要买，但丹麦都没有答应。对，所以呢，美国是真的要买。那为什么美国要买？因为第一个，未来在跟中国争霸的过程里面，你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要拼电动车，电动车要需要嘛，锂钴镍啊，很多这个稀土元素，不好意思都在这里。中国是全世界最多，那格陵兰是世界第2。所以呢，我要拿下格陵兰，它这个地方有油矿，然后有天然气。蕴藏量都相当的大，它可以说是第2个南海。再加上说，你知道还有北极航道，然后国安问题，这个对美国太重要了。所以无论如何，美国一定会想办法把格陵兰纳为己有。而且它不是凭空想象，对，原来美国对格陵兰的介入已经这么久了。是的，它不但这边建立了一个非常深邃的这个所谓的地下基地，对，甚至刚刚讲到，它现在图勒基地到这边，它又重新整修，对，不但重新整修，刚刚讲。美国的大富豪，对，全部都来了。美国大富豪已经把这一块地视为是美国本土了，很简单，你看。比尔盖茨，然后布伦伯格还有贝佐斯，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现在都在那边开采矿物啊！而且他们开采矿物不是随便开采哦，他们现在是派什么？他们先派这个 AI 的这个直升机，直升机先把我这个所有的地貌都扫一遍，然后我还用什么 AI 的方法去调查。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了解格陵兰的就是美国。对，美国已经把它完整的弄得非常的清楚。那甚至他们还说什么？我们要打造一个这个格陵兰的地壳版的这个 Google 的地图，就是格陵兰的底下有什么东西，我们用类似 Google 地图把它全部扫得清清楚楚。所以呢，美国已经
宝姐，如果不是你的本土，你做那么研究要干什么？也就是格陵兰是全世界含冰量最高的地方，它的土地上面有一非常厚的冰层，这个冰层正在融化当中。对，有一天如果它完全融化的话，它真的会变成一个绿色大地。是的，现在我就在这个冰层下面。你的高低起伏，你的地形地貌，现在居然已经被美国摸得一清二楚了。对，所以那美国一定要拿下，就是原因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我们讲到嘛，军事基地对他来讲太重要了。那抱歉，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扑爪雷达，美国目前他在格陵兰有扑爪雷达，全世界有7个扑爪雷达，3个在美国本土，一个在格陵兰，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卡达。全世界只有这几个扑爪雷达，他放了一个在格陵兰，你就知道说他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这对美国太重要。我第一个是，苏联如果要从这个地方发这个俄罗斯要发火箭呢，要发这个飞弹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格陵兰，这最快的这个路程啊，我们可以抓到你啊。所以这对美国来讲太重要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美国还有 F-35驻进在这个基地。格陵兰有 F-35啊，因为为什么这个要拦截你俄罗斯的飞机，这个最快的一个地方嘛。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他太重要。还有未来的北极航道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啊，所以那美国是铁定要拿下来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要讲这个，我历史上曾经有2次，这个连 CNN 都说 OK， 我们赞成你哦。CNN 很少会说你川普的政策。CNN 在从过去川普第一任的时候。都站在川普的对立面。对 CNN 是川普最讨厌的媒体。CNN 也是最讨厌川普的。对，他居然肯定他拿下格陵兰。川普要去再一次买格陵兰，他为什么那么希望要买这个最大的岛？他自己讲过，他说川普不是美国第一个要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想法。他说1867年的时候，当时安德鲁约翰逊的总统就要买，那当时的丹麦就说不要。后来还有第2个，而且杜鲁门，他在2次大战结束之后，因为他知道。要冷战的时候，我一定要控制格陵兰岛，否则我跟前苏联的时候，那怎么对抗？他要控制格陵兰，他那时出价1亿美金，就当时人家说不要，后来呢，美国只能够好，那我们在那边建了一个这个皮图菲克的这个空军基地，就这样，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美国跟他买过2次，所以现在只是川普在第3次，所以连 CNN 都说 OK， 然后美国要确保没有敌对大国控制格陵兰，因为它可以成为攻击美国的立足点。所以就说连 CNN 都认为说你可以买，因为格陵兰刚好控制欧亚的这个所谓的北方，对，欧亚北方的时候跟欧亚美洲的北方，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对最近距离的攻击美国本土，是，而且如果在这个地方发射洲际导弹，对，连华盛顿都在我的射程范围内，所以你就知道说美国一定要控制这个，不能够让它落入这个格陵兰手中。好，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宝剑道。美国出价要买什么地方，表示他很重视这个地方。那你知道，我们台湾也曾经被出价过，在1856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出价要买台湾，也是1亿美金。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台湾在美国眼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他要买的，他绝对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在这个地方。而且刚刚讲的，为什么现在？讲到你看到贝佐斯，你现在看到比尔盖茨，你现在看到 Bloomberg 的，这3个人，还不止这3个人哦，是3个人是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都已经在格陵兰投资。你要发展 AI， 你要发展电动车，你要发展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些元素在格陵兰都有。对，没错，格陵兰目前为止来说，真的它是仅次于中国大陆的第2大的这个稀土的这个国家。那另外它什么呢？宝剑大它主要原因，它这个我们知道稀土有非常多种嘛，什么蓝啦、铯啦、钋啦、铢啦，还有这个钡啦、铧那些一大堆，而且它全部都有。所以说它不止总量齐全，而且它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对于说手机啦、电动车还有军事装备相当需要。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需要，你看中国动不动就说，我要封你的封锁稀土，那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只要有这个格陵兰之后，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格陵兰开采稀土了。对，没错，他们现在已经想办法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讲天然资源，美国这个估计它有175亿桶的未开采的石油，还有148.2兆的这个立方尺的这个天然气。175亿桶是什么？南海也不过是这个样子，它这个地方这个量这么大。所以到这个对美国来说，如果能够把它开采，这是据为己有，再把它开采出来，你就知道这个量到底对美国经济影响有多大。另外就不用讲北极航道嘛，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真的格陵兰岛位于这个北极航道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假设这个北极圈融化之后，格陵兰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扼住了非常多重要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地位。而且我们之前讲的，现在格陵兰上面是铺了一个非常厚的冰层，也就是铺了这么厚的冰层，你很难利用，所以美国也没有要强要。可是他讲现在格陵兰是全世界冰融速度最快的，是一般冰融的4倍以上，冰融4倍以上，再过几年搞不好就真的变成一个绿色大地。绿色大地太可怕了，刚刚讲。
你现在只是从周边你就看到有这么多的稀土，在周边有这么多的天然气跟石油，你全部融化了以后还得了？而你现在看画面，现在美国真的已经用扫描，已经用各种方式把整个格陵兰摸得一清二楚。它现在的格陵兰真的已经可以用 Google 地图画出来了。我就讲，美国除了他们美国的这个国家之外，美国很多大富豪全部都进去，所以格陵兰已经被他们摸得非常清楚了嘛。好，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讲太重要的军事基地，所以你知道这几年哈，美国这样除了在格陵兰这边的基地之外，美国不是也把它的阿拉斯加的港口把它扩大吗？未来的话可以打造这个深水港，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停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所有的这个军舰，因为未来北极航道会非常重要。那你讲不是只有美国这样做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瑞典重启它的地下海军基地啊，对，然后挪威也重启它的这个山洞的这个机堡，还有重启它的核潜艇的这个基地啊，冰岛也 F-35的基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北极圈嘛。因为为什么？他们知道北极圈未来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那兵家必争之地里面来说的话，格陵兰又是重中之重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拿下这个。这个其实有非常多的战略的意义在这里面。所以说不是只有刚刚讲到的，我想要把格陵兰拿下来。现在包括的挪威、包括的瑞典、包括了丹麦这些国家，竟然都重启它的军事要地。对，那重启这个军事要地的目的，当然就是未来北极航道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北极圈的这个相关的争夺里面，我一定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嘛。那美国这个时候当然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格陵兰嘛。那你说拿下格陵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跟你讲。这几天呢，小川普他就跑到格陵兰去了。对、他跑到格陵兰去，他跑到格陵兰去了，他跑到格陵兰去了。他也发了个文章，就是说，这个让格陵兰再次伟大。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有可能呢，他就说，搞不好过一阵子你会看到说，川普会来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川普想办法要拿下这个地方。那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吗？他们现在在鼓吹呢，这个当地格陵兰独立。真假的？对，他们现在要独立。好，那如果你所以因为格陵兰当地的人本来又认为说我不是丹麦人，是，而且你看到。今天川普有讲哦，格陵兰真的是丹麦的吗？是。格陵兰这个地方有没有中国已经介入了嘞？而且这个地方跟中国的关系有多么样的密切嘞？对，他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了。他让他独立，然后独立之后呢，或许可以并入美国，这样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要用很多方法，在跟当地人接触，然后这个用什么手段，反正想办法把它弄过来。不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如果就算不要进到美国，是你只要独立，你只要摆脱了丹麦的控制，对，你不就是我美国的囊中之物了？对，所以现在川普是用这一套哦。如果你丹麦不卖给我，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哦。所以他其实方法手段都已经出来了哦。他现在已经开始在那个地方给你塞狼哦。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他介入各国，他现在已经介入到这个格陵兰里面的争夺喽。因为这个是小川普他在降落的时候，上面还放一个川普的布娃娃，对，代表。川普如朕亲临，对，没错，所以你就知道，市场现在大家都说，人家就说了嘛，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这个纽约这个邮报说的。他说，当谈到格陵兰还有巴拿马，他不是开玩笑，这是内幕消息。他说他是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然后就说真的假的？他说总统100%认真，他玩真的，玩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真的是想要这样做。所以我在跟你讲嘛。巴拿马他也一定会想，我认为他搞不好呢，当总统没几天他就要出兵巴拿马。那格陵兰呢，我也决定要拿下来。另外包括说像这个德国的大选我也要管，中国的这个内政我也要管，然后包括说像连这个韩国的内政我也要管，这才是这个川普总统，他真的是以为他是真的是所谓上帝在临，所以他的任期之内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的波动。好，所以金平刚讲的现在。格陵兰不但是我们刚讲的，你是北极航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你在这个地方蕴藏了非常多的天然气，蕴藏多的非常多的石油，甚至在中美争霸战里面，对美国最吃亏的就是我的稀土的含量不够，完全被中国掌握。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拿下来的话，那我不就是转回这种颓势？更不用讲，现在美国的企业家都进去，代表美国的力量已经进来了。那只有这样吗？不，它更关键的是。格陵兰是整个北极圈里面最重要的军事要塞。我们之前讲过，在整个格陵兰的地表下面，美国曾经建过一个核子碉堡。这个核子碉堡现在虽然已经废弃，但我随时可以重启。但在上面我有一个图勒基地，但现在更夸张的是，它已经改名字了。改了名字，更可怕的是，它现在不是空军在管，它是太空军在管。刚刚宝杰哥提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最早从1948年美军在2战结束之后呢，他就在这边建设。最早的时候，第一次的名称叫卡纳克，后来美军建好了之后，叫做图勒空军基地。图勒空军基地从去年开始改名为皮图菲克太空基地，
因为它岛上至少有4部雷达，还有一部刚刚这个思聪哥讲到的虎爪雷达，虎爪雷达它是属于追踪型的，可以属于美国的整个早期预警的这个飞弹系统，所以包括还有基地的油库啦，还有这个其他的跟踪型的这个雷达，都可以提供北美防空司令部跟美国的这个它的一个空军太空司令部的导弹预警和整个太空监视，等于格陵兰岛的这几个雷达就是美国在这边的眼睛。那你如果失去了眼睛，你就看不到整个北极圈，你也没有办法掌握整个北极航道。所以你从这个皮图菲克的太空基地，它从去年改名，但是从1948年就一直建设到现在，所以超过一甲子60多年了，你就知道说。川普喊的是真的，因为美国历任的总统都想要拿下这个地方啊，都在这里有投资，所以美国的野望都一直放在这里啊，不只是他的这个战略意义，而且他要防止中俄也拦止这边啊，而且这是他北极的整个打开北极地区的战略大门呢，大门口被中俄拿下来的话，那对美国还得了？所以你光是看这样的一个飞弹射程3025 miles。你就知道这个是可以从格陵兰，如果掌握了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的地方，直接打到美国。而且中国为什么最近几年一直在这方面？2018年据说当时五角大厦还出手在后面阻止了中国中资公司想要在格陵兰沿海有3个机场，他想要盖码头，对，盖码头跟机场。这个被美国五角大厦给阻止了，因为中国深知，如果像这样北极航道，它到了这个鹿特丹之后呢，它可以又直接到这个格陵兰，它就看到这边，它就可以透过格陵兰去影响到北美，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战略地位，再加上中国它可以缩短它的透过北极的这个短的航道距离，可以不用去碰这个荷姆兹海，不用去碰那个马六甲海峡跟这个苏伊士运河，缩短很多了它的这个航运的这个距离，所以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跟它在这边的稀有的这个矿产都是美国希望一定要拿下这边的原因，而且你会看到，现在美国最好的飞机，包括 F-18，包括 F-35，全部驻扎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 F-35，它也飞到格陵兰去前进部署啦，它也是第一次飞过去，那也表示说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它已经进化成一个进攻型的基地了，进可攻，退可守。以前只是守护，只是眼睛，对，现在 F-35的进驻，所以以前我只有虎爪雷达，我只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雷达设施、侦防设施。现在我连进攻的 F-35、进攻的 F-18都放进来了。为什么？他把这边打造成为一个进攻型的基地，就在于说他的军队也进来了。美军你可以看到，美军进来了。美军这是在去年用17天，2月23号到2024年3月11号，在这边进行了一个这个美军北方边缘的一个演习。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它的一个飞弹发射，直接就前进到那边，还装上了这个雪链，甚至呢直升机在那边进行了空中加油。这个画面你看，运输机直接把海马斯放下来，然后它直接装了雪链之后，就到那边发射了它的这个飞弹。这在格陵兰，这在格陵兰。不止在格陵兰，美军演习的区域，它是涵盖了加拿大、还有阿拉斯加、还有格陵兰。你看这3个地方就构成一个坚强的这个铁三角，就掌控北极。对，这边算不上就是北极了一半就被美国掌控了。美军等于在这边部署了一半的军力，来防止你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你想要前进到这个北极圈的话，我已经把它这个一半给封锁出来了。因为北极迟早冰融，北极航道一定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航道，而且这个地方的资源，这个地方那石油跟这个天然气资源一定会被用。所以我跟大家讲，大家都先抢先赢。对，而且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天然气资源，在格陵兰的南部有一个凡内贝尔它的一个矿区，据说是世界第2大的这个稀土矿区，世界第6大的铀矿矿区，所以它还有铀矿，所以澳洲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它成立了一个格陵兰矿物公司。2015、16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就有一个这个盛和公司，也是中资，他就花了占有12.58%的股权，去买了这个澳洲刚刚讲的那个格陵兰矿物公司，就要跟着澳洲一起去开采格陵兰，所以引起格陵兰跟丹麦的紧张。那这边讲，丹麦紧张之后呢，他其实在去年2024年，他也做了一篇报告，这是他报告的整个封面。它里面呢就提到说，中国跟俄罗斯都有野心拦止格陵兰，所以一定要加强防御格陵兰。所以你看到这次川普虽然说，我不排除武力要这个夺取格陵兰，尤其是国家安全的这个重要的因素啊等等。对，丹麦虽然气，但是丹麦的这个首相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很这个撕破脸。你说中国跟俄罗斯都想吃掉格陵兰，难怪川普讲，为了国家的考虑，我们一定要他拿下来。是的，所以丹麦也特别讲说，欢迎美国在北极圈发展这个，尤其以格陵兰为主，在北极发展它的积极的关键作用跟角色。
就在于这边。你看了这个主要的这个航线，就有像我们这个西太平洋不是有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吗？其实，在北大西洋，尤其是北冰洋这边又有所谓的 GIUK 岛链。GIUK 什么意思 ？G 就是格陵兰的这个英文字母第一个开头 ，I 就是冰岛，那 UK 呢就是英国英伦三岛，还有英国海峡。所以 GIUK 呢就是在北大西洋的北边防堵俄国跟中国它要过来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岛链。所以如果少了格陵兰，是不是少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没错 ，GIUK 就少了一个 G， 变成 IUK， 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再加上刚刚你讲到潜艇，还有这样讲到它的这个军事的部署，格陵兰这附近它的这个海冰的冰层很厚，你的潜艇很容易躲在这边，躲在这边的时候躲在底下不容易被侦测到。等到你要攻击发射这个潜艇的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发射飞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边潜射飞弹发射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发射的时候你再躲回这个冰洋底下，用冰层来覆盖你，去掩护你。所以说北冰洋是潜水艇里面最好隐蔽掩蔽的地方。丹麦的这边报告就有提到，俄罗斯这几年都加强在这边的附近的海洋的这个舰队的舰艇的巡逻，尤其是潜艇出没的次数很高。美国看到这个状况，也不时的派潜艇到这个格陵兰，甚至往北边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现在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中俄可能未来在这边跟美国形成了一个态势，你就知道说。川普为什么想要拿格陵兰？为什么想买格陵兰？因为他可能改变中俄对格陵兰的如意算盘。好，所以吴董，你刚才讲到的，现在川普上来以后，要注意到说他的野望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想当一个怎样的美国总统？现在刚刚讲的，以前的拜登，刚刚我是拉帮结派，我专心的去对付中国，我专心的去对付俄罗斯，可以说他就是单边。我每个都介入，我介入格陵兰，我介入德国的选举，我也介入。刚刚讲，我连那个什么那个德国选举，包括中国，我还特别点名说我要跟蔡奇。我要蔡奇作为我这个对话的窗口。更夸张的是，今天韩国刚刚讲，韩国最紧张到底要不要把尹锡悦抓下来？现在他们的检察官都已经等于说做了一个下台阶，说尹锡悦已经跑了，我不要再去包围，不要再去抓龙山基地的尹锡悦。结果尹锡悦今天大摇大摆的走出来，我故意拍给大家看，说我还在龙山基地。我从头到尾就认为尹锡悦这次搞戒严这个事情，一定是征得美国同意。没有美国同意，他不敢动手嘛。就讲不客气一点啊，日本也好，台湾也好，菲律宾也好，所有的重大国安事件一定要美方同意。你说没有那个种去隐瞒，这就是典型的附庸国嘛。因为整个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战略位置哈，这个就是已经基本上结构已经形成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认为说，这个不太可能是他个人行为，然后美军都没有动静，这怎么可能？那么大的一个事情，那不是内政问题啊？但美国不是说我很生气，他都没有通知我们吗？不，那个是外交辞令嘛，这当然成功了，他就会说啊，这个那成功了，这大事啊，成功就可能就打过去了，可以打到北韩，就北韩可能压制的效果就出来了，不知道干什么大事情。反正这个绝对不是小事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所以在韩国这个事情呢，那美国是100%的控制住的，尤其本来就知道嘛，这个在这个韩国的这个整个所谓军队的指挥权，已经谈了很多年嘛，但是美军指挥的嘛，对，所以他怎么可能说今天说南韩的这个总统他亲自他能够干一些什么？对。什么是戒严这种事情就是军管嘛，而且刚刚讲的，那今天尹锡悦干嘛要出来？刚刚讲的，他根本还在龙山基地。龙山基地在哪里？他旁边就是美军的这个所谓的美军的营地。他等于他现在可以这样讲吗？现在尹锡悦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吗？为了美国保护，他现在目前的禁卫军，他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他的本身总统府的这些保安部队，他就是在400名部队嘛，但其中大概300个阿兵哥呢，是从特战部队调过来的。对，特战部队还有好几个师在旁边呢，他可以调动他还有后续的资源，还可以再继续支援过来啊。军方是听他的，可以轮调的，当然可以听他，可以支援过来。所以之前说什么我要直升机降落，我要派我最强的反恐部队，我要直接把尹锡悦给抓起来，那都是骗人的。不是拍韩剧嘛？拍韩剧本身就是外销全世界第1名的。这个南韩这个故事已经落幕了。等到川普上台以后，那个动作会更粗糙、更直接啊！而且他这些谈的是宪法嘛。但宪法的话，它运作这个没有什么好谈的嘛。你的宪法法庭就会否定他前面这个戒严嘛，对啊，就一切恢复正常，他又恢复总统的职位，然后开始就看到清算嘛，整个大清洗就开始了，所以亲中派的力量立刻快速衰退，可能要抓一大堆人了，
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个戏还没完。所以这个，但是大势已定，这个不会有意外的啦。因为川普要上台之前会把很多事情搞定。对。上台之后，他一定要做很多大动作嘛。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格陵兰这个事情啊，格陵兰这个事情就是个大事情啊。哦。格陵兰它现在很简单，格陵兰本身旁边就有一块飞地，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有美军的太空军已经进驻了。对。所以他怎么可能让你丹麦去管这个事情呢？他这么装备资产价值远超过你现在丹麦在这边的投资嘛，而且他在那边所有的探测工作全部完成了。对，你知道他整个我今天看资料才知道，他所有的探测，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自然资源，他全部都有了。他目前已经探测出来的石油的蕴藏量是500亿桶。500亿桶什么概念？我先讲给你听啊。美国本土本身的石油产量360亿桶，比美国还多，比美国一个国家还多。你说那全世界第一名是1000多亿桶，这个是委内瑞拉了。对。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现在它的开采条件非常困难。为什么这些科技公司跑去干嘛？那个科学可以解决一切啊，人定胜天啊！现在 AI 的技术多厉害啊！你现在丹麦人开采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开采，我美国人有技术给你动这个东西啊。当时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页岩油不是一样的概念吗？对不对？所以它的美国的开采技术是全球第一名啊，它有高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探勘嘛，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总人口数是56000人，56000人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在当地有选出2个议员，在丹麦的国会里面2个议员，那丹麦一年补充，当然它是属于自治国，他曾经投票公投通过的。通过自治，他通过后，他2019年他公投好几次都赢过了，他已经可以申请一个国家，对，联合国也可以同意他，可是他也不愿意离开丹麦，因为我要补助，因为一年补助5亿5千万美金，你看多好的补助给他，所以他不愿意离开。那在这个概念情况之下，那补助的钱美国可不可以出啊？当然可以，美国当然可以出啊。那美国请他们再公投一次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现在进入在选举中哦。现在目前当下正在选议员嘛，在选，他一个选举就把你改掉了，他一公投，因为他原来公投通过，他现在有3件事情归丹麦政府管了，国防、外交、财政，因为他补助他5亿5千万，那国防、外交，他要派驻军啊，那这个当然这个5万多个人有没有用嘛？所以他依附在丹麦有100年历史的道理，因为他财政上是不可能自立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个大冰原嘛，大冰原过去是没有人要的东西嘛。现在不得了了，我刚刚讲石油蕴藏量，还有稀土呢，对不对？还有它的战略位置啊，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战略位置，那是非常可怕。那个我听说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是专门盯着这个地方，24小时盯着它，怕有状况，从这边可以直接攻打到美国本土。对，它飞弹就直接是不是干过来了？那你万一说一个什么一个核子潜艇。中共潜艇到这边从这边发射怎么办？对，奇怪，所以他们非要拿回来不可。那我认为这个事情，丹麦这个小国，他有能力抵挡美国吗？挡不了吗？他当然挡不了，他就嘴巴讲啊，但最后的条件，他可以讲共管也可以。对，整个来讲的话，民选政府决定一切嘛。他当选择完，他决定他自治啊。他自治之后，他这个5亿5千万美金的钱，对，就交给美国人去付就好了。还有更可怕的，就是后面的这些的财团，这些美国富豪，他跑去发财嘛？不是有这些人在后面的话，川普要这个干嘛？当然，川普是生意人嘛，哪里有钱往哪里走。川普是 follow the money， 有钱走，他就跟着钱去后面，没钱搞。他不是以前讲过台湾吗？对，台湾是什么？台湾是比心嘛，比心。中国是那个 table 地图。那现在搞清楚没有？搞清楚了。台湾不是比心，台湾半导体。半导体有什么？有钱，有 AI 嘛，这些家伙都要。台湾的重要性，他以前搞不清楚啊，他现在懂了。他现在看到马斯克以前也是瞧不起我们，对，现在怎么样？现在也懂了。哦，台湾很重要，台湾不能给它丢掉。所以一样道理，格陵兰就是这个概念。这个巴拿马也是这个概念，巴拿马更可怕，它60%的美国本身的内地的本身的货运的运输量经过巴拿马，结果现在被你中国人控制了，他不可能接受嘛。
该电拿回来的，他什么干事情都干得出来，你放心。他就是怕你部队派去的怎么样？他给你搞2个演习，你都头都昏倒了。你说，而且我跟你讲，他美国人厉害，CIA 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吧？他不是靠打仗啊 ，CIA 比你会选举。美国搞颠覆，搞 CIA 搞政权的改变的更迭，是世界第一流的嘛？这个都多少年来他们会干，而且格陵兰已经有军事基地，他过去是没有人动手嘛，这一次一定会动手。好，慧珍，另外刚才讲的，美国现在碰到当然自己一个最大的麻烦是。没有想到，他们洛杉矶的这个大火到现在它完全无法控制，而且这个东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住的耶。是，这个名单弄出来，你真会吓到，全部都是一些非常知名的演艺人员，有的甚至获得金球奖了，像John Goodman 哦，他直接就说，我的房子，我的用那么多钱买的房子，就没有想到竟然全部都烧光光。这是他以前的房子，对。他现在的房子变成灰烬了，完全变成灰烬了。然后他还拍了说：“哎呀，只剩下瓦砾了。”对，你看原本真是像梦幻小屋一样啊，就没有想到就变这个样子。我跟你讲，真看了真的会心碎。他这个长期以来居住的家，现在变成一堆瓦砾啊，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难过。不是只有他，还有谁？还有一个叫 Billy Crystal， 也是。他也一样富丽堂皇的家，结果全部都只剩下什么？剩下一个网球场，什么都被烧光光了，你知道吗？你看了真的觉得，哎呀，很失惨痛。说句实在话，就是真的是烧的实在是太惨了。这都前后对比差这么多，真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一区是非常豪宅的区哦，所以他们加起来至少都1亿到3亿的房子，全部现在跟屋里屋外都是碎片。曾经有了大树也在大火中全部都倒塌哦，所以他们就讲到说，甚至有那个亚当布鲁迪啊，跟他的夫妻啊，总共一家5口住在一个也是豪宅里面，本来有大100-200平的房子，结果呢，他们现在你说这个结果刚刚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对，很可怕哦，真的就感觉真的是经历了一个这个地狱型的一个大火，所以现在满目疮痍啊！你看原本这么漂亮，跟天堂一样漂亮的地方，结果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灰烬哦。然后还有就是谁？还有 Anna Faris 一样，价值5000万美元的一个环保住宅，也彻底被这样的大火给摧毁哦。那现在他们都讲到说了，整个这个大火到目前为止完全还是没有被控制住。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它是7日上午的10点开始发生大火，短短1小时已经烧毁了80公顷的林地哦。然后呢，现在还讲到说，哇，我跟你讲很可怕，因为现在有480公顷以上的火势，就要不断的烧过去，每小时的这个风速在100英里以上，所以代表什么？会有更多的一个地方可能要被到波及哦。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洛杉矶的消防队已经说，目前有3万人收到一个疏散令哦，然后有1万栋的房子，还有1.3万的建筑受到了威胁哦。那所以他们就讲到说，这个整个洛杉矶已经进入到一个紧急状态哦，所以真的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可以离开的赶快逃离哦。那你从飞机上从远处看，真的你这样看到很可怕，你会觉得很像地狱之火，尤其在晚上看起来更是觉得很可怕。这是飞机的画面。真的整个就那一区烧的特别厉害，然后呢，他们甚至有住就是当地的人啊，除了在远处看之外，更可怕的画面是什么？住在里面的人，住在里面，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人他就面临到说，我住这么久，你看，你知道他不想出去。他说：“我所有家当都在这里，我出去我要怎么救我？然后但是你知道他就乖，他想办法要来灭火什么，就到最后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外面都是火，外面全部都是火，就他跟他室友最后就抱着他们家的狗，就只好逃命，就变成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完全没有办法带，所以还好他们最后出去，然后整个后来回头看。”房子就被吞没在火焰里面了。他们说，他们这个住宅这个区域叫做太平洋断崖哦，是非常高档的哦，包括谁？包括6人行已故的演员啊，马修派瑞也都曾经住在这一区哦，所以他们就现在讲到说，可以说是受这个损失非常惨重。而且我觉得最荒谬的是，他们的消防栓不是要救火吗？对，就把消防栓打开了以后，居然里面没有水。没有水，我用什么？用交通锥来装水。我跟你说，他们真的整个消防队员都已经是要拿消防锥，你看完全，你要拿消防，你知道他是把刚刚喷过的水拿有没有消防锥，就是给 g a m k 然后地上已经浇过的水，然后在地上，然后这样泼，就是希望就是说再怎么样，我好像也能看能不能再稍微扑灭一下，但怎么可能？你看他一转身，火又烧起来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弹尽粮绝，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你会
控制的比例是0。这控制的比例就代表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哦，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只能怎样，眼睁睁看着大火烧过一个建筑，再烧过一个建筑，你看几乎没有办法，车停那边就是没有水。为什么没有水？他说其实这跟他们自己长期以来状况有关哦。他说美国有50个州哦，超过9.1万座的水坝哦，他说已经超过50年，而且这里面有这个超过90年的还有8000多座，所以代表着他们这个水坝是非常非常老旧，所以很多的一个消防设备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的。